铁饭碗一直是公务员的代名词，但比起朝九晚五，比起稳定，现在更贴切他们的词恐怕是血汗跟过劳。人走的走，留下来的继续撑。当铁饭碗生锈了，体制走进恶性循环，代价是全民买单。掌握大势趋势，8分钟看懂天下。我是文月。台湾的政府体系是由36万公务员撑起来的，但你知道吗？我们的公务员占就业人口比率只有6%，跟其他 OECD 国家比起来是在后段班，而且情况还在恶化。影片开始之前，记得按赞、订阅、分享。这集的8分钟看懂天下，带你看懂铁饭碗为什么会生锈，国考报考人数10年几乎腰斩的底层原因，不只是民间企业抢人，更多的是公务人员被当成动辄得咎的高端服务业。从司法、消防、公共工程，当体系失灵，对我们的生活会有什么影响？最后，我们也访问到学者专家，面对崩溃的第一线，组织改造会是解方吗？公务员现在的处境到底是什么？我们先来看看台湾公共服务的第一线。去年7月，新北市2位消防员因为要救违规在新店溪玩 SUP 的民众，不幸溺毙殉职。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副理事长郑少书就感叹，其中一位殉职警消吴恩硕，虽然也有急流救生的证照，但平常专长是医疗救护。如果不是因为当天缺人，临时凑队出勤，就不至于发生憾事。人力不足，难以专业分工，追根究底还是消防人力长期不足。就以离我们最近的日本来说，扣除义消跟志工，一位职业消防员大约服务700多人，美国则是800多，但台湾消民比是1比1321，这不只是数字压力，更是风险。在这种燃烧生命的体制下，受害的最终还是全体市民。除了安危，还有你我的权益。再看看司法体系，以新北地方法院为例，专门负责开庭打笔录、整理卷宗、寄送公文任务很多的书记官，去年缺额71人，结果只报到来了2人，直接导致法官被迫共用书记官，开庭次数大减，结案量跟着下滑。民众的案子越堆越高，当司法体系塞车，当事人的正义只能被迫无限期排队。另外，我们在今年初做了一集花莲马泰安堰塞湖的报道，工程人员为了要赶在汛期前降低风险，没日没夜的赶工疏浚，加强堤防。而当中负责花莲水利的水利署第9河川分署，因为地点偏远，长期就缺额30%，在堰塞湖溃坝后的压力下，缺额率直接冲到50%。最核心的公务科编制是20人，现在只剩下9个人在撑，等于一半的人力在执行10倍的作业。结果是全台各分署都要派人来支援，才能让工程顺利推动。你或你的家人是公务员吗？欢迎分享你们的第一线经验。从消防、司法、水利、土木，我们看到这些崩溃现场，其实都还只是冰山一角。铁饭碗为什么不香了？人力流失补不齐，留下来的人工作翻倍，新的人不来，里面的人更忙，受不了再离职，会形成这样的恶性循环。有3个关键。第一是不断膨胀的业务。2010年政府喊出组织再造，推出总员额法，原意是要控管总量，方便各机关弹性分配人力，守住财政纪律，但结果是锁死了公务员总人数。当初没有算到15年来人民对于政府的期待和工作量会呈现爆发式成长。以司法机关为例，光是这几年诈骗案就直线飙高，加上民众法律意识抬头，甚至滥诉的状况越来越严重。就检察官提到，有民众天天报到，1个月有写50件状子，让基层几乎崩溃。看看书记官每年的平均案量，2010年到现在就多了30%。再来是政府体制带来的无形消耗。为了在社群时代博声量、开议题战场，原本应该保持中立、专注政策的文官体系，被迫变成政治回应的螺丝钉。有好几位已经离职的文官就透露，现在的行政高层为了精准应对舆论，要求各部会照3餐回报舆情，并且频繁的配合在粉专发文。公务员被迫化身社群小编。不止如此，还有铺天盖地的民代索取资料。虽然监督政府是民代的天职，但如何平衡也是现在的问题。有一级首长就感叹，很多民代早上要资料，下午就要拿到，为的也不是质询问政，而是上政论节目，让公务员白天疲于应付，只能晚上加班处理公事。还有公务员发现，准备老半天的资料变成了议员的硕士论文。当公共监督混杂了个人私利，也让公职人员沦为动辄得咎的高端服务业。
第3是僵化的薪资。摊开数据 ，OECD 国家政府的人事费占 GDP 比重平均是9%，但台湾只有5.9%。当用过于精简的人事支出，试图换取高品质的公共服务，结果就是效能逼近临界点。我们直接摊开数据，2024年台湾公务员的离职跟退休人数双双创下5年来的新高，不止走的人变多，来的人又更少了。过去10年，公务员报考人数从30万人几乎腰斩，剩下16.6万人。不管是中央还是地方政府，缺额率攀升都超过13%，写下最惨纪录。除了前面提到的3个问题，还有最现实的原因，台湾经济结构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回头看以前，公务员会被称为铁饭碗，不只是因为薪水稳定、安稳一辈子的退休福利，更代表一套完整的社会保障。这条件也吸引了很多高学历、高知识人的报考，变成一道窄门。但放到现在，这份诱因正在被大环境稀释。当台湾科技产业大爆发，半导体跟软体业动辄用3倍、2倍的薪资在抢人，能选择的已经多太多了。我们对比政府跟民间相同工作的薪资落差，虽然公务员的起薪还是有基本的优势，但因为调薪幅度有限，在工作10年之后，讲究高度专业的民间工程跟资讯人才的月薪就会反超公务员。如果是有技师牌照或是自己出来开业，薪资增幅更是不用比。加上现在的年轻世代更重视工作弹性和拿到的钱有没有跟付出成正比。尤其对于手上有证照、有学历的人来说，要选择铁饭碗还是外面的金饭碗，更值得考虑。政府运作出问题，最后惨的还是这个国家。问题来了，那我们该如何止血？破除公务员考选过程的双盲制就可以被视为是第一步。为了追求公平，台湾常年由考试院统一考试跟分发，但结果是新人跟机关互不了解，新进人员报到才发现不适应，一旦离职，机关又要空等1年才能补人。反过来，如果机关觉得新人不适任，在现行制度下也很难辞退。政大公共行政系教授、现任铨叙部部长施能杰就主张，应该让用人机关参与征才流程，让对的人坐在对的位置。他逻辑是希望能够让用人机关有更多的机会进去参与，而不是纯粹笔试完以后就大家分发填志愿分发，所以会希望就是说，是不是有可能把考试稍微分成2个阶段呢？前面还是符合台湾的期待，就是还是要一个公平考试。可是考试完以后呢，那是一个 potential 的人，然后接下来再用人机关来适当的进来，然后进行口试这种一个方案，最后才选出这样一个人。当然，另外一个考试变革，我们在想，因为现在年轻人不喜欢为了求一个职如果我递出履历表以后，然后你找我去面试 ，that's fine。可是你还有这考2天，这是很可怕的一个事。所以考试院在这边也开始减少考试科目。除了录取的方式，更彻底的做法是组织大改造。不只为公共学者主张，政府业务应该实质分流，废除主考和普考，让国考录取的公务员集中在能够做出专业决策的6职等以上。如果无法一步到位，应该简化考科，让已经有实战经验的约聘人才更容易转任公职。同时，检讨那些为了政治声量而存在的舆情回报、大拜拜式的公关活动。议员所资目的出发点也不该是为了自己的声量，并且加速推动 AI 公务人才认定指引，把重复性的事务工作交给科技，把专业人力还给决策。而最关键的还是社会风气，公务员是支撑国家运作的团队。当前线崩溃，公共服务停摆，正义延宕，工程安全亮红灯，最终受害的还是我们每一个人。你觉得公务员崩溃的现况，责任在政府还是我们每个人？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最后记得按赞、订阅、分享。8分钟看懂天下，我们下次见。台湾哪个县市的公务员缺额率最高啊？好问题，台北市，想不到吧？我们这一期封面很有完整的报道，我放下面链接，再去点。